这已经是我出的第2套绘本。其实我也有点诧异，我怎么会走上这么一条路？我名字叫《西西家族成长记》，安全意识、性格养成，有我想让孩子知道的世界，甚至跟读绘本的父母说的话都在里头。一开始最起码写了50、60个故事，全被我否掉了。他们跟我开玩笑说：“丽姐，你是拿看剧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绘本吗？”人家老说3岁看到老嘛，我觉得很多习惯要从小养成，概念要从小要注入在他的灵魂里面。我们家等等已经11岁了呀，妹妹8岁了。我会专门请特别会做饭的朋友来教他们怎么拿刀，越是危险越要让他们去学。火怎么用，锅怎么用，哪里是可以碰，哪里是不可以碰的。就像他现在拿刀，他就知道我该怎么拿，不伤害到自己，也不能伤到别人。巨无霸讲的就是霸凌，我有专门问过儿童心理专家，他说其实非常普遍，很多小孩他很羞于去讲，就会让这个事情发展到越来越不可收场的地步。你应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要勇敢地说 no， 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可以求助大人。从那个线稿到文字我都会给等等妹妹看，他们也像个小编辑一样，会给我提出很多意见。分歧最大的一本书是这本家庭接力赛，到现在都没有标准答案。你觉得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？对你来讲过程是不是？可能因为我们老了就是享受过程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小孩来讲，他觉得结果非常重要。他每次考试之前他就会担心，我说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考多少分，我只在乎你整个复习的过程。等等每次就会说，我复习的再好，我如果没有考好的话，老师也不会说你好。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我智商有限，我已经说不过他们了。交流也是一种要培养的能力，我们交流时间还是蛮多的。我们家吃饭是不可以拿手机的，在车上也是很好的交流互动的时候。睡前我们讲故事，我喜欢带孩子我们去商场触摸商品，他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权。像等等，他这点跟他爸爸很像，很喜欢粉色。他一开始呢会很不好意思，我说有什么问题？你喜欢粉色就像我喜欢黑色蓝色一样的。那天带等等去逛街，他要买一个东西，我买单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那个价格，他吓了一跳，怎么那么贵啊？他说不要，他就走了。哇，当时我走在后头，你知道啊，老母亲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如果在网上买的时候，那我就啪自己点摁个密码就给他就完了，他没有任何说知道这个东西他拥有，父母会付出什么。就像我经常愿意带他们去农场，我想让他们知道从种子发芽到餐桌上，农民伯伯需要花多少的力气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给浪费。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如果心理出了问题，孩子跟家长一块儿去，大多心理医生会说家长需要治疗，并不是说小孩小他就一定不对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啊，很多时候意识我们也要去改变。前2天我还在朋友圈里写，特别好笑，我想要冬天了，给他们买了2个好看的保温杯回去给等等。等等很不满意，他说你有见过猛男用保温杯的吗？哦，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对自己的定位已经变了。如果就是放别的比较强势一点的家长，让你用你就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会有时候站在孩子的角度，低一点矮一点去想，他的世界就这么大，他每天面对的同学他也要面子的呀。后来想想对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啊。因为小孩他还在发育的时候，对吗？他性格就是今天是出左拳，明天出右拳，我们不能一味的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，他就是在变。而且你应该为他的变化感到开心，感到欣喜。